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讲量化分析工具的第12课：高级策略分析。本章课的内容主要讲解的就是策略的一个类型对比啊。这个知识还是很重要的啊，这个要为了后面写自己的一个策略打下一个基础。你首先要了解什么样的策略在什么样的行情下是比较适合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策略是可以适合任何市场，然后它又能长期保持一个高胜率啊。经常有些人给我发私信说，给我一个好的什么策略啊，或者帮我写一个策略可以稳定盈利的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没有这样的一个策略。如果告诉你有这样策略的人，他，基本上你可以把他当成是呃割你韭菜的人，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一个策略的话，它在这个市场上，可以有一段时间它很好用，但是过了这个风格以后，它就不一定好用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现在是一个单边上涨的行情，那你这时候用趋势跟随的这个策略就非常好用了，或者是跟这个动量突破的这种策略。但是如果现在是一个震荡行情的话，你用均值回归就特别好用了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高抛低吸，它在一个箱体里面。那反过来，你在那个单边的这种上涨或者下跌行情里面，你用均值回归，你很容易就买到这种破位的这种股票。你看起来它是一个箱体，实际上它只是下跌当中的一个盘整，那很有可能再继续下跌。你要做好止损的话还好，如果你没有做好止损的话，这个亏损会被这个不断扩大，尤其是你在下跌以后，继续的这个补仓去摊薄成本，这样的话，这个有可能会把你所有的本金都给亏光。那趋势跟随这种策略，如果在震荡行情里面，它会，它单次亏损它不会大，但是它会很容易持续亏损，因为它要判断的就是我这个能突破趋势，那它有可能涨到箱体的上沿或者是下沿的时候，它那个比如说涨到箱体的上轨，它买多，那这样的话它趋势就形成一个假的突破，那转头向下。那如果带上止损还好，没有带上止损的话，你就是被来回打脸的这种情况。我们直接开始讲这个代码部分了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策略类型的一个对比啊。主流策略的话，它分为第一个是这个趋势跟随，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啊，就是我们如果没资金量不多的情况下，你操作不了市场的话，操纵不了市场，你只能做顺势而为。实际上，大的盘子的股票，一个两个人他也不是也操作不了。只是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以后，大家顺着这个趋势，然后顺势而为。那它的这个代表策略就包括了这个均线交叉，比如说5天均线上穿20天均线，或者是这个20天均线上穿50天均线，然后它这个均线的金叉开口它不断的放大，那这种情况下它肯定是在不断的这个上涨的。这种行情你只要拿好抓到以后，你拿好你的股票，然后设置一个止损点，没有跌破趋势的情况下不用止损，那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持续的这个获得盈利。那另外一种就是这个 ADX 的这个趋势强度啊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突破策略的这个策略。那入场的逻辑我们来简单看一下，短期均线上穿长期均线，就是刚才说的这个20天均线上穿50天均线，或者是这个是叫双均线策略啊。另外一种就是单均线策略，单均线策略就是你拿一根20天线或者30天线，你自己判断，然后根据这个均线的和收盘价的价格比对，如果在它上方就是认为是强势的，在它的下方就认为是弱势的。那另外一种就是 ADX 大于25的情况下，这个认为是一个趋势强度啊。那这个还要配合这个 DI 来进行一个判断啊。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判断成交量啊，这里可以判断当前的成交量大于这个20天的平均成交量，那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放量。这4种那个条件进行一个组合，比如说金叉均线
双均线金叉、单均线金叉，ADX 动量趋势强度足够，然后它又是成交量放大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认为它是可以进行入场的。那这种趋势的这种策略的这个优点，它就是能捕捉一个大趋势，然后它的这个一旦抓到以后，它的这个盈亏比例会比较高，甚至你操作一次，你可以抓对了以后，你甚至可以亏3次，你可能还有钱挣。那这个就是，而且它的这个逻辑比较简单啊，适合这个单边行情。但是这种策略它有个缺点，就是它的这个胜率不会很高，因为形成一个长期的趋势的情况下，它的这种行情是偏少的。你可以看一下，行情里面大多数还是以箱体震荡为主啊。那箱体可以可大可小，但是单边的这种牛市和熊市的行情呢，它的占比还是偏少的。就像我们看这个海面，你要刮起大浪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。那小浪的情况，那就可以理解为，比如说1米左右的浪，那我1到2米的浪，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箱体的在运动的。那你这种就利用这个波浪的这种行情去做这种箱体的这种高抛低吸。那如果是像8到10米的这种浪的话就极少，只有刮台风的这种天气可能才会有。那所以说策略一定要活学活用，单个策略它不可能适合完全所有的行情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适用情况，市场情况就是牛市和熊市它都适用，但是它震荡市它是不适用的啊。然后这个参数 EMA 的这个均线你可以自己设置啊，10、20、50、200。那越小的情况下，它这个信号是越灵敏的；那越大情况下，它这个信号是越迟钝的。但是迟钝它并不是说不好，它可能能抓到更大周期的一个行情啊。然后 ADX 的这个策略是用的是20到30之间，然后你要设置一个止损的一个幅度，就是防止它是一个假的一个突破，那以免说去砍整个的箱体，这样的话，非常的对本金伤害的非常的大。那这个就是趋势策略啊。那上节课我们讲的这个参数优化，也可以把这个参数放在自己的策略里面进行一个参数的调优，找出最适合的这个数值。然后第二个是均值回归策略。均值回归策略它的核心思想就是价格偏离了均值以后，它一定会回到它正常的这个价格，那就是逢低买入，逢高卖出啊，就是所谓的这个高抛低吸。那它的这个策略有哪几种？一种是这个均值回归的一个策略，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啊。那另外一种就是这个 RSI 超买超卖，这个也比较简单，这个就是判断它的这个比如说70和30之间，你判断它在30的时候是超买，然后70是超卖。那如果市场行情更激进或者是更萎靡一点的话，你就把这个参数调大或者调小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布林带的这个反转了，这个是基于这个是更基于这个正态分布的这种情况啊。那大多数情况下，它还是会回到这个布林线的中间的位置，所以说它这个突破上轨和突破下轨的这种情况，相对来说它占比的时间会少一点。然后，但是它的这个喇叭口有可能会不断放大或缩小，这个一定要注意啊，不是说突破了上轨以后就能那个等它反转，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啊。那它的这个典型的这个均值回归的入场的条件，比如说 RSI 小于30，我们认为它是超卖的啊。然后价格触及布林线下轨，然后出现反转信号，就是 K 线实体是那个向上，然后成交量正常。那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认为它有几个条件综合一下判断，我就认为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入场的。那它这种的好处就是它的这个胜率相对来说会高一点，但是它的这个空间，它的这个上涨的空间不会特别大啊，只能说吃一口就走的这种情况。但是它的这个止损空间小啊，交易的频率也相对来说高一点，适合这种就是呃很喜欢交易的，但是时间不会特别多的这种情况啊。那跟这个高频交易比不了，就是它不需要长时间的去盯盘，但是关键的位置是要看好，然后再去进行一个买入和卖出的一个操作啊。
那缺点就是它这个在趋势的单边行情的情况下容易被套，而且你要是不及时止损的话，这个损失会比较大，盈亏比相对来说比较低，但是要精准的这个出场时机和入场时机，然后它连续亏损的压力也比较大。那这种情况下，它就适合这个牛市，不适合牛市和熊市的操作，它适合这种震荡式的一个行情。那关键的参数就是 RSI 在这个25到35之间它是超卖，然后65到75之间它是一个超买的情况，然后布林带的话就是呃调整它的这个周期和标准差，那设置成20天均线和这个2倍的标准差，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止损幅度啊。我们来看第三个策略，第三个策略就是这个动量策略。动量策略的话，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者恒强，就是追涨。那差的票就没有必要去跟随了，那就是抓住趋势里面最强的。比如说你炒 A 股的时候，那有可能就是找那种成交量较大的，然后换手率较高的这种股票。那前提就是要防止专家那个出货，偷偷的出货，然后把自己套在山顶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动量趋势的一个入场指标。首先的话，RSI 要进入一个强势区，那这种情况下，它已经马上到了，已经大于60了。那这个实际上它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，但是不会特别大，要注意超买的情况啊。那另外一个就是 MACD 金叉，然后价格要创出新高，成交量一定要放大。没有量的情况下，这种情况这个条件很重要啊。你单独看这两个指标可以做出来的，什么金叉了，然后 RSI 进入强势的，但实际上它没有量堆起来的话，有可能是在偷偷出货啊。那这种情况下，成交量爆发，那这4个条件进行一个组合的情况下，那就我们认为它就是有可能会进行就会上涨。这个时候成交量已经到了平20天均线的1.5倍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行情就是我们入市的一个标准啊。那你也可以增加自己的一个判断条件啊，但是这个条件不要太多，要不然很难成交啊。然后它的优点就是捕捉这种快速行情，单笔的这个收益高啊，适合牛市，心理上也容易这个执行。然后但是它的这个缺点就是容易追高被套，这个尤其是套在山顶上啊，千万不要死扛。这种情况如果死扛的话，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2、3个跌停板的这种情况出现了，是一定要设置好止损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胜率较低啊，可能50到70可能都没有，有可能就50%都不到。但是它如果抓住一次，可能就连续好几个榜有可能。那回撤也比较大，如果你第一天如果你是追涨失败的话，有可能会出现当天吃一个跌停板，然后第二天再吃一个跌停板的情况啊。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假突破比较多，所以这个新手一定要慎用啊。这个有可能你第一次就把这个本金给亏掉了20%、30%，那你后面想玩起来就特别难。你如果是把资金分成10份，然后把10%的资金拿来做，那亏掉20%、30%，那你只亏2%到3%，那还可以玩。所以这个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。那它适合牛市啊，熊市千万别用这种策略啊。像熊市去打板追涨的这种的，呃，亏损的，不要说这种散户了啊，就游资都有可能会被买掉啊。那它的一个关键参数是这样啊，RSI 50到70之间，动量是10到20，然后这个止损幅度，这个要设置好止损幅度，太小也不行，太大也不行啊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突破策略啊，突破策略很好理解啊，其实就是箱体突破了一个箱体，或者突破了一个像前期的一个高位，比如说几个月前的一个历史高位，然后它涨上去，涨到那个位置，然后它跌下来以后进入一个盘整阶段，然后又慢慢的这种往上涨，而且然后就突破了这个高点位置以后，还有量能还有一定的放大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趋势突破策略是有效果的。那它的代表作就是这个突破趋势，还有就是这个弹墙通道。弹墙通道的话，这个做期货的时候是比较好用的啊。那它的这个判断标准是价格突破20天均线的最高点，20天日内的最高点，然后成交量是大于1.3倍，
这可以自己改啊，根据你自己的习惯，然后波动率扩大，然后不在超买区买，这几个情况都要判断一下，然后如果符合的话，就进行一个买入。那它的这个优点就是，捕捉趋势起点，然后它的这个盈亏比高，就是你赚一次可能可以亏两三次啊。一旦抓到以后，它就那个它的这个胜率就可以让这个利润在奔跑了。那它这个逻辑也比较明确啊，然后适合这种波段交易的方式啊。它的这个缺点就是假突破比较多啊，尤其是箱体里面的啊，它即使刚刚突破箱体一点，也不代表说它一定就是真的突破，有可能只是庄家把这个价格做高了一点点，然后造成一个假象。那有可能是他控不了盘，他可能想拉，但是呢，其他人想卖，他一个人做不了，他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资金量，那这种情况下，他就会形成一个假的突破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胜率算中等吧，其实这个胜率50到65，有可能你能达到50%，算是还可以的了。这种趋势只要抓到一次，够亏两三次了。那它需要一定的止损，另外一个就是盘整期的这个信号比较少，这个就是牛市和熊市它都适合操作，这个牛市可以做多啊，熊市可以做空啊，那震荡市就不适合了。然后这个就是它的突破周期的这个时间点啊，然后成交量的这个确认倍数，还有这个止损的一个幅度。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刚才说的这四个策略的类型啊。那趋势策略的话，它的这个交易频率低，但是它的回撤属于中等，牛市、熊市它都适合，但震荡市不适合。均值回归刚好跟它相反，它的胜率高，但是它的这盈亏比较一般，有可能盈亏比还是负的。但是它的这个震荡市里面的行情比较好，那牛市、熊市都不太适合。动量策略的话，它的这个胜率还可以，那它是适合牛市的，熊市震荡市不适合。那突破策略的话，如果你能做空的话，牛市、熊市都可以。那不能做空的情况下，只适合牛市的操作。然后新手的话比较适合这个均值回归和趋势策略这两个，其实用好以后啊，你可以把它用在多周期里面进行一个判断。就是说，怎么说多周期判断呢？就是你在大周期里面，比如说周线和日线，你分析一下它的整体的这个走势，然后在小周期里面去抓这个入场点，一定要小周期一定要遵循大周期的一个走势啊。比如说大周期是在上涨情况下，你不要去小周期里面去找这种做空的这种进场点，这种的话你有可能吃一两口是有机会的，但是有可能你会亏的比较惨啊。所以说这个时候适合跟随大周期的这个走势啊。那箱体震荡这个比较简单了，就是你在一段那个行情内，然后找到它最高点和最低点，然后画两条线。那这两条线的上下位置就是它的一个箱体。那你要怕这个有的时候被这个止损的话，那你就在它的上面或者下面多留出一点空间啊。简单来说就画一个线，就是比如说这样是一个箱体，它最高点有可能是在，比如说这里有一根 K 线，那这里有一根 K 线，那你设置的时候，你最好是设置在这个位置的止损点里面，超过它的2%、3%这样，不容易被这个止损单给打掉。那这个下跌的位置也是在这个位置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指标组合的一个分析啊。嗯，趋势加动能加确认，这个是黄金三角的一个组合。比如说 EMA 加 RSI 加这个成交量三个进行一个组合。那为什么有效？这个 EMA 判断一个大的方向啊，这个均线是不太容易作假。如果你说 RSI 和 MACD、KDJ 这种指标，其实很容易做假的啊。那均线想做假的那个不太容易啊，因为它这个价格和量能摆在那里啊。因为它这个时间周期相对来说都会更长一点，比如说5天到20天，你已经用的是最小的啊，形成一个金叉以后，这个要花很多天时间去做的啊。
他要去做。那但是 RSI 这个就比较容易了，他只要不断的磨，把这个价格稳在一定的区间内，那它这个均线有可能就会慢慢往上抬，抬到一定时候，你认为它是突破了，那实际上别人可能就在那一天就出货了。所以单个指标实际上它的这个效果其实是不太行的，一定要多个指标进行一个判断啊。那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量，量在前面，然后才有这个价。那如果没有量能这种情况下，这个价格其实很虚的啊。那另外一个就是，避免这个冗余的这个指标啊，比如说你找这个5天线大于10天，10天大于20天，20天大于50天，那实际上这种指标其实是呃相关的，取一个就好了。你要都取也可以，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多头排列啊，就类似于这种情况啊，简单化一下，比如说5天线在这，然后10天线在这，然后20天线在这，画长一点吧，然后30天线在这，然后60天线在这，那全部都是这种指标啊。这个其实取两个关键参数就可以了，这种是行情较标准的这个多头排列啊。那只要这个趋势，股价的不要离这个5天线太远啊，那这种情况下，它这个走势都会比较良好。那只要它不拐头向下，穿过这个不穿过这个10天线的，那这个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多头排列的一个走势啊。这种行情就一定要珍惜啊。然后如果跌破趋势的情况下，你设好止损点，那这样的话其亏损起来也不大。那这个优化后就是20大于50天线的这个走势，短周期的在上面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快慢指标进行一个结合。那快指标是像那个 RSI、MACD，那 KDJ 的话是最快的一个指标了。这几个指标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慢指标就是这个 EMA 的这个长周期均线。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数值越大，它的这个指标越钝化，越迟钝，但是它的这个走势就越稳健。那所以这个快慢进行一个结合，你可以判断一下这个慢指标的这个均线是是一个金叉的一个走势，然后慢指标找入场点。那另外一种就是这个指标的一个组合啊，一个是 EMA 大于加上这个 RSI 的一个这个指标，那另外一个就是 MACD 加布林带的这个。那优点的话就是它捕捉趋势的起点，假信号比较少，适合这种波段操作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ADX 动量的加上EMA 加上 RSI 的一个指标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价格加成交量的一个指标。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AB 测试法，然后测试一下它的这个效果。那适合了以后再考虑买入和卖出。然后这个是入场和出场的一个逻辑。这节课内容比较多啊，讲的会细一点，所以这个时间也相对来说比较长。我们这个后面讲快一点啊。然后第一个就是这个入场过于频繁的这个问题啊。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入场过于保守，这两个都不太适合啊。一个入场多频繁的话，你的成交量手续费比较多，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交易越多越容易出问题。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太少也不行，你的资金量利用率太低了。然后就是这个入场时机一个滞后的问题啊，就是你经常会去追高买入，或者是在那个买入后就出现立即回调的这种情况。那出场逻辑优化，比如说时间止盈过早的这种情况，那就优化方法就可以通过这个调整这个 ROI 的这个情况，ROI 来这个调整这个止盈的这个情况。有的人就比如说只赚到鱼头，那鱼身和鱼尾都没赚到，那鱼尾的行情是没必要去吃，但是鱼身的话，你有机会吃的话，还是一定要去争取的。那只赚一个鱼头的话，你的这个盈利和你的这个亏损，到时候这盈亏比太低的话，也支撑不了你的这个盈利啊。然后就是这个
止损过紧，比如说你的止损定的特别低，然后它的震荡又比较高，这种情况也是不太适合啊，要进行一个优化。那这个缺少明确的这个出场指标，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。然后就是这个仓位的一个管理啊，仓位风险管理里面最重要就是一个仓位管理，还有一个亏损的这个比例啊，你可以通过这个凯利公式进行一个计算。然后这个就是冷却期啊，就是交易了亏损后的这个休息期啊，有人有的时候就容易冲动，一冲动然后就连续交易，那连续交易以后就会出现这种持续的亏损，还有就是最大持仓的一个限制，每日的这个亏损线嘛。以上讲的就是整个的这个策略相关的这个内容啊，这个包含了这个策略的这个进场点和出场点，还有策略的类型，以及这个策略的这个因亏损的这个一个风险保护机制啊，那可以说涵盖的内容也比较全啊。那这个后面的就是这个实践的任务了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。好，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，好，谢谢大家。